这个演练呢，由于它不能在现场进行那个报道，所以呢，我只能回到防卫省以后，跟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观察。它主要的是分两大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呢，是以那个直升机火力支援，岛屿夺回。展开作战。从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提供的独家画面可以看到，陆自第一空挺团在日本千叶县习志野靶场进行的新年首场演练规模较大，针对离岛失去后夺回作战。首先是在多架眼镜蛇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通过修一和支弩干等直升机进行人员和轻型车辆、迫击炮、轻武器的快速投送到模拟备战岛屿的滩头。然后，这些空挺团先头部队与陆上自卫队其他力量进行了地面联合。演练中还出动了13式轮式突击车、03式中程防空导弹。最后，多架 C2 和 C130H 运输机飞临演习场上空，第一空挺团进行了大规模的空降。第一空挺团它本身的军备和装备是非常的精良，它的人员配置呢，目前是有2100名官兵，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面，它配备了非常精良的改进型的降落伞。那么据了解呢，这个降落伞比美军的装备还要先进。那么这一次整体上面可以看到这些降落伞在下降的操作运转过程非常的顺畅，那么说明了第一空挺团在空降训练方面它的战术战法日益成熟。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卫视记者从其他渠道了解到，日本陆自在演练中还加入了以往没有的电子对抗科目。自卫队新组建的电子战部队携带了 NEWS 系统，首次参加了训练。NEWS 是自卫队收集电磁信息和利用电磁波干扰破坏敌方雷达和通信的最新设备。今后岛屿夺回作战将会增加更多的我们说像电子战、反网络和宇宙空间，甚至于无人机等等各个方面的我们说的先进的军事要素的一个组合。所以呢，岛屿夺回作战也将从传统的那么几部曲发展成为更加丰富，或者说能够应对更加复杂局面的那么一种岛屿夺回作战。第一空挺团是日本唯一的空降兵部队，堪称陆自王牌。最初组建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敌后空降渗透，而近年来逐步转向更具进攻性的离岛失去后夺回作战。因此，在自卫队内的地位不断提升。据了解，日本防卫省现行的西南离岛防御方略作战要义，早在2010年和2011年颁布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就明确定义，要求自卫队具备多元、快速、应变的动态防卫力，特别是针对西南有事做充分准备。日本军事研究杂志表示，在岛屿防卫作战体系中，事前展开作战是最关键的第一阶段。只有该阶段实现有效作业，后续的岛屿自卫作战和反登陆作战才有取胜的把握。而纵观陆上自卫队目前的编制序列，能真正遂行事前展开作战的只有第一空挺团和水陆机动团。值得指出的是，第一空挺团不仅师从美军，如今更是不断与美军进行联演。2017年1月，美国就首次派出特种部队参加第一空挺团当年的首场演练。今年，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在现场观察到，在习之野靶场的重要观看席位上，也出现了多名美军将领的身影。这说明美军不仅帮助日本培训水陆机动团，同时也在高度关注日本第一空挺团的发展。凸显出美日在夺岛联合演训方面更加的紧密化和通用互用化。那么这是说明了
今后未来日美在岛屿夺回作战上面实现军事一体化和紧密化这么一个趋势也更加明显。毛峰还介绍到，美日如今每年都会进行5次到6次的联合空降演习。那么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就是去年的11月，日本第1空艇团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空降师团，曾经展开了一次远途奔袭，也就是说，日本的第1空艇团从日本出发，直接飞到关岛。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远程化的奔袭，然后直接的进行空投空降，那么进行投入作战。那么这个呢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那么第1空艇团有着怎样的快反战力呢？日本军事研究杂志曾测算过该团在情况紧急时的到达能力，按80%的出勤率计算，日本一次可出动38架固定翼运输机或160架运输直升机，能够运送2个空艇大队与后勤补给物资，机动速度是陆自装甲部队的3至4倍。在执行战术包围任务时，空降部队的速度比地面机动部队快了7至8倍。不过，第1空艇团在本质上仍是一支轻步兵部队，持续作战能力并不强。如果没有地面重装部队的配合，也会很快被剿灭。有观察指出，日美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关系，今后必将会在共同训练、联合作战方面有新的动向。1月7号，美日外长和防长举行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就是一个风向标。双方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并就强化西南诸岛自卫队的态势、增加日美军事设施共同使用程度达成一致。这也就意味着日美将可能共用军事基地。这一次日美2+2提出要增加共同的基地使用，那么其目的也就在于未来作为事实上那个日本海陆空已经或者说正将成为美国在落实印太战略，或者说在应对台海有事的时候，它已经是美国的第2军。其实对于日本来说，是一直想要做的事情。那么随着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加速和深入，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今后美国方面对日本松绑，让日本更多的使用驻日美军的基地。